出去玩从来都不带我，因为他家里很困难嘛，看不起我，觉得他看不上你。对，就是在羞辱我。他爸爸现在在打工，他妈妈在社区里做保洁，就觉得特别没面子。男孩子需要道歉，我就觉得他那个时候一定会跟我说分手，所以你就破釜沉舟，有了房子那事儿。对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太卑微了。为了一个男人，值得吗？有请主持人涂磊。真情致歉，重新开始。谢谢你来了，谢谢你们都来了。欢迎来到重庆卫视，谢谢你来了，我是涂磊。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你们。我们都知道，被伤害无疑是痛苦的，但是你们可曾知道，如果伤害你的那个人，他意识到了错误却无从表达歉意，其实他比你更痛苦。所以说，爱是人的本能，但表达歉意同样是人的需求，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节目。重庆卫视，谢谢你来了。在节目当中，我们将见证每一声对不起之后的种种故事，也将共同见证每一位致歉人的完美蜕变。所以电视机前的你，如果有任何的歉意需要表达，有任何的遗憾需要弥补，欢迎你联系我们，我们将帮助你共同直面过去，重修旧好。来认识一下我们3位嘉宾老师，他们分别是美女主播影子 ，Hello， 大家好；著名的媒体评论人石老师石树思；著名的心理专家夏东豪。好，一起来看到今天的 VCR。曾经有个女孩，她总是在我最困难、最难过的时候支持我。直到前一段时间，我找到了她的联系方式，我去了她生活的地方，我觉得她现在过得一点都不好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这都是我的错。我现在特别想见她一面，当面跟她说一声对不起，请她原谅我，是我当初没有做到我应该做的。我们来掌声有请被致歉人洋洋。对，老师好。有个男人想要跟你说对不起，你觉得这事儿意外吗？也挺意外的。这个臭小子跟你什么关系？我们现在只是朋友，但是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以前是什么。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我是在复读的那年，然后跟他分到一个班。就高3复读的时候，对，彼此是同学关系，对，然后有了情谊。没有，那个时候我们只是朋友。他为什么要向你道歉？我觉得他没有错。就那个事情是我做2手房产中介的一个兼职，那个时候我用了同事的电脑，我就打印了他的一份客户资料，然后就把这个客户介绍给他了。他在这个客户那儿低价买了一套房，后来就又卖出，就中间赚了一笔，都是我自愿对他做的，他没有要求过我。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时候来跟我说对不起，就是在羞辱我。心甘情愿跟羞辱好像也扯不上关系，为什么说是羞辱你呢？我觉得我现在过得也挺好的，但是我现在就是最不想见到的就是他。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？没有，但是他就是最近总是给我打电话要跟我见面，后来就找到我父母那儿去了，我就只能过来听听他到底要跟我说什么。不想接受他的愧疚是吧？他没有必要跟我说，都是我自己自愿对他做的。
其实女孩子一般在说我喜欢你，与你无关的时候，其实有一种自卑在心里面。我害怕失望，所以不敢期望。我是觉得一个女生流着泪说不用跟我认错，是我心甘情愿做的，好凄惨，好诀别。我刚才是一些碎片的信息啊，听得有点稀里糊涂的。我看我还麦是要把片子里这个臭小子弄出来啊，来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让他帮我们完整这个信息。来，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致歉人小杰。主持人你好，各位嘉宾好。先问第一件事吧，就那买房卖房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当时房子那件事儿，我并不知道是那么解决的。当时他介绍给我一位李阿姨，李阿姨当时家里出了一些事情，她着急用钱，她就把这套房子给卖掉。这个时机不错嘛，我就用很低的价格把她这房子给买了下来。回头我就一倒手又把房子卖了。赚了多少？我从中赚了18万。你可以呀，赚了18万。你知道这房子是他从别的同事手上撬来的吗？当时我并不清楚。哎，我还不明白，他把这房源给你，本来是想给你住还是给你卖啊？因为当时我比较想赚钱，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赚钱机会，就介绍了给我。你当时缺钱吗？挺想赚钱的，就是发生这事儿你多大？那个时候是2年前，我23。23。一个爱你的女人，为了让你能够攫取第一桶金，违背了职业道德，撬了一单子给你，你堂而皇之的接受了，但是你不知道他是撬来的单子。对，没错。后来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啊，说这个房子事儿出了点问题，但是他当时说的并不清楚。再没过几天，他又给我打电话，说这个房子的事儿解决了。所以当时因为我赚到钱了嘛，我心存侥幸，我也没去管。结果没想到会造成这种结果。什么结果？就是他现在过的这个样子。这事儿什么结果？这个，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以后，我是赚了18万啊，你是赚了，你发了，但是他和他的家人反倒赔了21万。这么多，你上哪儿弄这钱？找家里，然后亲戚朋友借的。这事儿你都没跟这臭小子说是吗？没有。就撬单子你没跟他说，这要赔钱你也没跟他说，他都蒙在鼓里，乐呵呵挣了18万，然后你呢？其实当时事情是这样，因为那18万是我一个人赚了，他1分钱都没有拿，所以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。你怎么不分人家一点？我给他，他并没有要。对，那是赃款。之后，大概2个月前吧，我在商场逛街，我碰到他一个同事，因为我们有2年没有见面了，我就向他同事问起了他的状况，他的同事告诉我他过得一点都不好。自从上次房子的事儿发生了以后，他就自己离开了天津，然后也是自己一个人把所有事情的结果承担了。我知道这件事以后，真的心里特别难受，特别过意不去。然后我就回黑龙江，我去他家，我是从他爸他妈那儿得到了他的电话和地址。我有了他的电话以后，我就一直打电话想约他见面，但是他死活不同意，他一直不出来见我。我就只好拿着他的地址，我去河北沧州找他。但是我去了他的工作地点之后，我发现他工作的地点其实就是一间小饭馆。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在那个小饭馆里忙里忙外的，特别狼狈，跟之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已经就是完全2个样子了。都是因为你造成的。没错。所以你打电话给他要道歉是吧？是。就这事儿。我当时去他家的时候，他的父母过得也不好，他的父母本来就是下岗了，他家房子特别小，就只有40平，客厅整个单独隔出来，来租给别人用，来还这些债。都是我造成的，这都是我的原因，都是我的错。这女人一旦要付出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覆水难收那个劲儿啊，
有的时候真是男人无法做到。我觉得痴情要有个限度，至少不能违反道德跟原则。那其实，在逻辑上来讲，所谓不知者不罪这个方面，我觉得他是没错的。就像今天你跟我借1万块钱，我借你，但我没跟你说我是抢来的，你何错之有？所以他不知道他是这样过来的，所以在逻辑上没有错。然后你刚才说你害了他，我觉得这句话有2个层面。在情感上你害了他，但是事业上呢，我觉得是杨洋自己害了自己，因为他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。你傻呀，弄得自己这个样子，关键是还弄得父母一起被连累，你这是为了什么呀？而且我还特别弄不明白的一点，他要是跟你在一起，你这样吧，我还觉得能理解。你不说已经分手了吗？你干嘛还这么对他？啊？他都分手了，你干嘛这么对他这么好啊？你们怎么分手的呀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在大1。你们俩考取了同一所大学是吧？是，就当时是在高3，然后就是我不是在复读吗？有一次就是因为那个生活委员就是把我留下，让我去做那个值日，在晚上就已经很晚了，就6、7点了，他也不让我走。然后就正巧就碰到他打篮球回来，就撞见这件事儿了。他看着我还在那值日，为了帮我就把生活委员骂了，就把我带走了。然后后来我就为了不让同学再欺负我，就一放学下晚自习我就去找他。后来我们2个就慢慢变成好朋友了。我们2个就约定考同一个大学嘛。高考的时候，我就是分数是上了的，但是就是体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有一项没过了，然后他就帮我跟学校里说情，后来也就过了，后来就在同一个大学上学了。生活费啊，每个学期放假回家的火车票都是他帮我买的。就是他那个时候思想也是比我成熟一些，然后告诉我，我要跟老师打好关系，我才有可能就找到好工作。我那时候就因为那个事情，我就觉得很烦，因为他总是在跟我说这个事情，有点自卑，觉得他看不上你是吧？对。你怎么那么瞧不起别人？其实我当时也是完全是为了他好，但是他当时并不理解这些。最后我想让他冷静冷静嘛，他挺任性的，当时我就好久没有联系他。哦，你冷暴力是吧？在大2的时候，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次那个社会招聘，然后我们2个就抱着试一试去玩的态度，但是他就被招上了，我就觉得他那个时候一定会跟我说分手。后来他那个暑假就走了，也跟我提分手了。当时我俩分手的原因也并不是完全因为我出去工作，主要是因为暑假前我跟一个男生打架。怎么又打架了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2个正在冷战，我一气之下就把钱就全还给他了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剩20块钱了兜里，就碰巧那天我就在操场上跑步的时候就看到就有一个钱包，钱包里面有300块钱，我就拿去用了。我觉得你是够混沌的，拿起别人的钱就用。后来就有同学就跟丢钱包的那个女生说，这钱是我拿的，然后这女生就跟她男朋友说了，她男朋友就过来找我的麻烦，我就当时也没敢承认。我就是因为这件事跟他打了架，但是过后这件事你私下跟我怎么说的？你怎么又承认了呢？那什么时候他向你承认的呢？就是打完架之后。你承认的时机真好。你是为了面子打架，不是为了他打架，是吗？那会儿你们关系特别恶劣，是吗？其实，现在想想，当时我也确实没有站在他的角度上为他想一想。不是，他把所有的钱还给你，是为了找回自尊，身上没钱了，然后拿这个钱用了。当他这样亲口向你承认的时候，你没有感觉到这个女生挺可怜的吗？毕竟那会儿你们还是男女朋友，你反而相反，你选择了走，没有去安慰她。为什么？
当时，很生气嘛，就觉得特别没面子。他就这么振翅高飞了？对他走了以后，我也没有心思上课了。那你们俩等于彻底崩了吗？已经？也不是，这还没分呢。就是他跟我提出分手了，但是我不想分手。就是他走了以后，我就情况也很差。我后来也给他打过电话，就是他就是开始的时候还会接，到后来就是干脆就不接了。但是他走了以后，每个月都会按时给我打600块钱生活费。他给你打600？对，我觉得我当时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觉得你是够混沌的。男朋友走了就寝食难安，学业也不顾了，你也是够混的。你打600块钱给他是什么心理？你不是已经说分手了吗？因为之前也是，主要是靠我这面提供我俩的生活。你知道他的经济状况。我能不能这么问问你啊？你帮他打架不是因为他，是因为自己的面子。你打600块钱给他，也不一定是完全考虑到他生活的窘况，而是弥补自己内心的亏欠，要找到一种平衡。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不爱他了。我这样说对吗？你在哪工作来着？我在天津的一个重工行业。你去天津了？对，因为我后来你辍学了？是又干了一件混事儿。没有他我就没什么意思了，然后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个天津的售楼的工作，然后我就去天津了。你很有勇气啊！你不觉得他已经跟你分手了，你还去找他干嘛呢？因为我们两个也还是有联系嘛，然后他也会有的时候也会问候我，我就觉得我还是有机会的，还想去争取一下。是。结果呢？我去了以后，我才知道他已经跟他那个女孩在一起了。初恋？对。噩耗啊！我就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，我唯一的机会可能就是给他介绍一些能赚钱的方式吧。后来他的女朋友就搬到天津跟他住在一起了。那你不更没希望了？对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见他的机会越来越少了，打电话我都要想好久怎么跟他说。我就当时特别着急，我就想给他。所以你就破釜沉舟，有了房子那事儿。对，后来我就。你不觉得这个挣钱机会很怪吗？你已经跟你的前女友确定了恋爱关系，你为什么还要接受她的这个所谓的商机呢？当时我心里知道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，所以我就没有拒绝。你利用了他的对你的感情。这就出现了在最开始的，你不要道歉，我是心甘情愿。这就像个赌徒啊，像滚雪球一样，一步一步陷入其中。为了让自己的爱人看得上自己，觉得自己还是有作用的，才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状态。事实上，他已经受到生活的谴责了。关键是这小子还没有。情感上面，那不得不说你了。我觉得你就犯了2个严重的错误。第一个，刚才你自己也承认，在某种程度的意义上，你是利用他对你的好感，来帮你创造利益。其实你应该给他撇干净，而不是拖在旁边。除了他帮助你之外，他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男人进入他的生命当中。那第二点呢？如果你事后知道他为了你做这么多事啊，如果你还认为理所当然的话，那就是狼心狗肺了。但是这一点好险你没有，所以你来到这里，啊，你是该道歉的。与其说埋怨这个女孩子，不觉得应该是女孩子遇人不淑吗？她就是一个痴心女子，孝道都不顾，让父母为了你的一份爱情，所谓的爱情，遇人不淑的爱情，含辛茹苦。
但是我还是不想审判他。我觉得的确这个男孩子需要道歉，我不想说什么。男孩子应该学会做男子汉，完成一次成长。我不管你怎么说，你来对了。但是我跟女孩子，当然我要告诉你，穷，咱得有尊严。第二句话，关于你的爱情，爱要体面。未经失恋不懂爱情，未经失意不懂人生，都是痴情惹的祸。洋洋啊，我觉得你也应该有个道歉，向过去的人生，向过去的自己说道歉，向父母说道歉。今天对于你来说也是个开始，我不管他是因为什么而道歉，你先得道歉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对着镜头，对父母，对自己，对于过去的人生，好好的说道歉。其实我觉得，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父母。爸妈，对不起。爸妈，对不起。我不应该因为当时自己的冲动和任性，连累了你们。我觉得我的人生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最对不起的是你自己，太没自尊了，把自己践踏成这个样子。请坐。你想清楚了今天怎么认错吗？想清楚。那就把舞台交给你，你自己对着他说。接下来进入，谢谢你来了。对不起。我觉得你还没说完，你还应该对着镜头向你的现任女友道歉。洋洋，对不起，我当时真的不是有意伤害这个女孩，我也没想到，因为我的关系，会让她生活变成这个样。但我觉得你对她的一声道歉当中还缺一句重要的话。对不起，我已经不再爱你了。我已经辜负你了，我不能再辜负另一个人了。我希望你今后的生活都能好好的，你能遇上爱你的人，好好照顾你。这还算是一个有勇气和坦诚的一句话，虽然这句话有点残忍，但这句话对他来说很重要。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。请转动礼物传送带。我希望你能够收下它们，来弥补我的过错。什么呀？银行卡和钥匙。那张银行卡里有18万，那把钥匙是我当时赚的那18万，买了一套房子付首付用了。我想邀请叔叔阿姨搬到里面去住，他们住多久都没关系，把家里那套老房子整套都租出去吧，还能增加一些家用。这还算是个爷们儿干的啊！
像个男人。钱我收回来。钱你收回，钥匙还给他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我希望你幸福。我以后不会再去跟你有任何的纠缠。你们分开走吧。谢谢，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。对不起，我希望你今后的生活都能好好的，你能遇上爱你的人，好好照顾你。再见。我很欣慰看见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。还是那句话，痴情不是一种罪过，但不要为此而一错再错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，谢谢大家。尔冬升导演说想拍关于横店的电影《路人甲》，最后定了我是其中的一个主演。男几号？我们有21个主演。你们去看这电影了吗？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，我不知道我爸的病情。然后你为什么不去问一问呢？他说不用，你不用当儿子说。没有顾及到我父母的身体和感受。世界上有一种骗子，他会欺骗你，身体倍儿棒，吃嘛嘛香，别信，行吗？中国故事，天下传奇，重庆卫视。